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帆市郊区福城河附近，距市区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。就在不久前，确认是刘斌吗？确认了。发现一具男尸。现场围观群众太多了，马上疏散。领导，过去帮忙。是，正好我有事跟你说一下。去那边说。走走走。口鼻腔有蕈状泡沫，眼睑有出血点，支架此情，窒息特征明显。口腔和颈部未见损伤，胸腹腔有膨隆，口鼻内可见泥沙。从尸表检验上来看，溺死特征明显，符合生前入水、溺水死亡，不致死后抛尸入水。这个人是不是畏罪自杀了？哎，你干什么的？请出去。我是法医，这个女孩的直播我看过，说是被生父侵犯，现在嫌疑犯溺水而亡，还是生前入水，我的推断很合理啊。是法医也不行，这是你的辖区吗？这是你的案子吗？你怎么知道不是？如果是呢？那你是？我是新来报道的法医，随时可以开始工作。叫我黄汉就行。黄汉，瞎推断什么呀？干好你的工作，这不是你的活。哦，这又是谁啊？彪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师傅张彪。我在河对岸发现了他的出租车，他将个人物品都在车里，没有被偷盗的真相，所以排除了因财劫杀的可能性。溺死多见于意外和自杀，罕见于他杀。有没有可能是意外溺死呢？打捞的同事说，这一片区域水下基本上都是水草，一旦被缠上，凶多吉少。前几年就有2个人在这里夜游溺死了。意外溺死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刘斌穿戴整齐，很显然并不是下河游泳。要说是他杀的话，那就是凶手推他下河，那也不一定会被淹死。这个凶手未免也太蠢了。除非我们在现场可以找到第三者的痕迹，否则，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你就是秦明啊？老陈很欣赏你，说说你的推论。寻死自杀，很有可能是被水草缠住之后溺毙的。但我问过打捞队同事，他们当时过于专注，一心想着把尸体给运上来，不记得身上是否有水草缠着。我觉得秦明说的对，受父性侵案搞这么大，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程度的网络舆论压力吧。刘斌坐过牢，积极参与过劳动改造，有回归社会好好生活的愿望，所以我觉得吧，他不是那种被人说2句就要寻死的男人。这死亡方式，无论是自杀、他杀还是意外，我们尸检台上见吧。目前情况怎么样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不见了。对了，报案的那个老头说他天天来这钓鱼，根本就没看见过那刘斌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刘斌来到这片区域就属于一个偶然突发性事件。所以有可能嫌疑人是以乘客的身份让刘斌带到此处，再行凶，行凶之后顺便带走了记录他身份的行车记录仪。调取全市所有的监控，锁定刘斌的出租车，不能放过任何能查找到嫌疑人的细节。收到。另外，信管部门发来信息，刘丽丽直播自杀时发评论带节奏的小马甲，我们已经锁定了注册用户的手机号。太好了，你跟老赵一起去。走了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主任啊，你们2个去现场了啊？行，人都到齐了。那咱们就互相介绍一下，认识一下。
另外呢，还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部门的职责以及发展的方向，算是一个早会吧。那恭喜主任啊，终于不用再对着我一个人训话了啊。好，那我有事先走，你们忙你们的。那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吧。既然要熟悉，就在解剖台上熟悉吧，干的就是这行。我同意。案件资料大家都看过了吧？开始吧。我先缓缓。安然。逝者安息，生者愤然。内脏有淤血症状，左右心脏内心血颜色不一致，肺水肿，有粘发感。溺死死者吸入大量液体，肺泡内充满液体，用手揉搓，感觉就像是在揉搓一缕头发。这种情况就叫做粘发感。再加上肺叶间的肺泡破裂而形成的片状出血，即为溺死斑，是因为溺死而产生的脏器改变的重要特征。在他的出租车内发现了治疗冠心病的药物。刘斌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史，很显然，他并不是死于冠心病。气管内有泥沙、水草。缓缓，提取死者肺、肝、肾内的硅藻样物，与现场水样硅藻做对比。明白。胃内有大量的溺液，水从死者口鼻灌入死者体内，未充明。经过微波消解、真空吸附过后，发现死者脏器内有硅藻成分，与现场水样硅藻一致，可以判定他是在河里溺亡的。问题是，他是怎么溺亡的？颈部和枕部有皮下出血情况，一般这种部位受伤不会造成受害人昏迷，通常只有头部损伤才会昏迷，或者是神经源性休克。头皮上有尸斑掩盖，所以没有办法辨别有没有受伤。头部、枕部有皮内出血，属于轻微损伤，但不太可能致晕。我认为神经性休克的可能性更大。会阴部有细微变色，但是不明显。看到了，通过酒精的挥发使皮肤水分丢失，皮肤变薄，看到损伤。睾丸也有损伤，有出血，有生活反应，是生前损伤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是被一个表面光滑、质地柔润的物体攻击了会阴部，导致暂时性休克。比如说，徒手伤，有人用拳脚攻击了死者的会阴部。会阴部神经丰富，一旦受击，容易导致心率变慢、血压降低，从而突发性晕厥。严重的甚至可以导致意致死。不过这是极小概率事件。但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死者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入水的。对，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现在提取死者的心脏做病理学检验。如果像你们所怀疑的少妇心经真实存在的话，那么最恨刘斌的人就是刘丽丽，没错吧？性侵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，一切以此为推论的想法都是谬论。那2处出血和刘斌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关系，缺乏想象力。什么？死者头皮出现皮下出血，阴囊有肿胀，这些都是受外力攻击导致。皮下出血的特征呢，其实并不明显。你们看这2处，其实这并不是尸斑，原因是这2处的出血形成与刘斌的死亡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。皮下出血的转轨过程是有固定时间的。起初不会在皮肤表面上呈现，最终会在皮肤上呈现。开始是紫色，随着出血逐渐被吸收，含铁血黄素的形成，
皮下出血可能会变成青紫色、青色、黄绿色，甚至是黄褐色。厉害啊！继续。我们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刘斌的死因是溺死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的双手并没有抓握泥沙或者水草这样的求生反应，所以可以推断他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入水的。死者遇袭后有可能出现神经抑制的情况下溺毙，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刘斌是被人攻击后然后掉入水中死亡的。难道是他杀？刘斌遭有袭击后，体力不支落水身亡，心脏病发落水身亡，失足落水身亡，甚至是落水后瞬间昏迷。哪一条证据能证明死者一定是被行凶者扔进河内的？不能证明，就不能确定这是一桩谋杀案。我们唯一能证明的，就是刘斌在落水前遭遇过不法侵害，没错吧？大胆推测，小心求证，要不然就只能看到表象。表象对案件的帮助并不大。作为法医，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，先入为主是法医的大敌。胃部的情况如何？胃内容充盈，使蜜缸推进到12指肠，所以刘斌应该是在进食2小时之内遇害的。胃里面没有酒精成分。黄安，准备一下，把组织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去化验。好嘞，师傅。彪哥就是这样，直来直去的，你别介意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受伤的部位？右枕部还有右颈部都是右侧。秦明，你和黄安先进去吧，我跟彪哥说几句话。彪哥，你知道谁坐在里边？你是想跟我说，李强在里边是吧？你知道啊？那他知道你来了吗？我们部门好像不归他管。这2位是省厅调过来的新同事，和我们建立了新的法医小组。这位是张彪，彪哥；那位是环环。鼓什么掌啊？案子破了吗？看戏呢？我们开始吧。李队，毒物化验2天后出结果，死者心脏病理学检测报告明天可以出。刘斌的手机正在打捞当中，打捞队的同事说了，就算不吃不睡，也要尽快找到。买点吃的给大伙送过去。小马甲的情况，大家都知道，主播平台的用户账号是要通过实名注册的。我们锁定了购卡人的身份信息，对方是一个外卖员。刘姐啊，你有没有注册过一个叫小马甲的直播账号？某啊，某啊。那你注册过一个尾号是6435的手机号吗？真没有啊，也没有啊。哦，对，我1个月前身份证丢了，我这每天东奔西跑的赶时间，这脑袋里面啊就想着客人的订单。哎，2位警官，是不是有人拿我身份证干坏事了？本月24日早上9点到9点半，你在哪儿啊？24号9点，啊，就在这儿。再仔细想想。哎呀，错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早上客人临时把订单取消了，这老板啊就把面送我吃了，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吃早餐啊？这老板可以给我作证的。当时有用手机看直播吗？我哪有时间看直播呀？等订单还来不及呢。你好，23号订单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警官。经过我查证了，没事，我着急送外卖。他在1个月前丢失过身份证，而且本人和刘丽丽并没有任何的交集。在刘丽丽直播时，他也没有使用过手机，在他的手机和电脑上也没有找到主播平台的相关记录，所以基本上可以将此人排除嫌疑。至于小马甲所用的手机，我们最后定位到手机出现的位置是在华东商业区的一个垃圾桶里。
这一批垃圾呢，已经被运到了垃圾处理站，并且被碾碎焚烧了。也就是说，有人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小马甲，然后在刘丽丽的直播间里带节奏，并且销毁了证据。对的。他在刘丽丽的直播中针对刘丽丽父女，说明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。死者在昏迷的情况下溺毙，而且生前曾被人殴打过。行凶者攻击了刘斌的下体、右枕部和右颈部，除非他是在后面攻击的刘斌，否则这个嫌疑人就是左撇子。刚才怎么没有说？如果你再能多待1分钟的话，应该就能知道。不用解释，有的人就是不听别人说话，还要问别人原因。要补充吗？刘斌遇害死亡和刘丽丽直播自杀是同一天，时间这么巧，我是怀疑这2件事情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。此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是他杀，但是疑点重重。从法医尸体检查鉴定书上来看，死者入水死亡前曾遭受过殴打，所以此案我们开始立案侦查。李队，刘丽丽马上来认尸了。好，散会。师傅啊，他好有气场哦，连你都不敢说话。老万，我告诉你啊，做女人就应该有做女人的样子。像这种女人，娶了也得离。我就有女人的样子。经过尸检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斌落水前遭遇了非法对待。丽丽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毕竟是你父亲。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，帮助你父亲抓到真正的凶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们太急了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对不起。我爸没有碰过我，我有男朋友。对不起。丽丽。经过我们调查，你父亲刘斌有可能是被人谋杀。你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我希望你对我们不要再有隐瞒，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。刘斌到底有没有侵犯过你？没有，我爸从来没有碰过我。那你上次去医院做检查时，那天我和我男朋友在酒店开了钟点房，当天晚上我就回宿舍了。回去之后，我换了好几片卫生巾，都止不住血，我害怕了。后来还好有小雨老师把我送进医院。上次我们上门询问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说清楚？我恨我爸，更怕他。如果让他知道我和我男朋友做了那种事情，他肯定会把我关起来。我甚至不敢让他知道我有男朋友。你父亲回来以后，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影响挺大的？嗯。从他回来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一家人都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实际上，一切都变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丽丽，你爸他刚回来。哦，你看，爸给你拿什么了？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。
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。我今年16岁。对，咱们长大了，不玩了。那个，爸找到了新工作，开出租车。以后你上下学，我就可以去接你了。不用了，爸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丽丽，爸以前陪你少，从今天开始，爸争取每天都陪你啊。丽丽，拿这个，爸忘了，每天要喝牛奶。班上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爸坐过牢，记着了没有？那段时间，谢谢爸。我成了班里议论的焦点，每天要喝啊。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，他们都躲着我。我爸的过去对我的影响超乎想象，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，尤其是在高3后半学年的一次家长会后。你说那个刘丽丽的爸爸他坐过牢？啊，时间刚出来，他成绩要求挺在的。一个劳改犯能教育什么好孩子？你给我离他远点啊！你妈说的对啊，爸，你必须跟他保持距离。爸，说什么呢？你，我就是刘丽丽她爸爸，这就刘丽丽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确实是坐过牢，但是刘丽丽可是个好孩子，听懂了吗？好什么呀？都吓着孩子了。我们也没说什么呀。算了吧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以后再说这乱七八糟的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说了，你个老孩子，咱惹他干嘛？从那之后，我爸对我就更严厉了。你自己说，为什么考得这么差？我没发挥好，老师说了，我比上次还高出10多分呢。你就多出几10分，你也考不上清北大学。爸以前蹲监狱就是因为没文化，别人说啥就是啥，所以你必须要考上清北大学，你要成为咱们刘家的骄傲。万一就是考不上呢？考不上就继续考，直到考上算。来，我今天不出摊了啊，坐这儿，我陪你去。把书包打开。后来，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连休息一会儿都不让。一旦被他发现，他就会惩罚我，打我，骂我，就好像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我妈，她什么都帮不了我。孩子都17、18了，你还让他罚跪，这一跪都2个多小时了，你就让他歇会儿吧。让他长大跟你一样，就这几年我不在家，你看你给他惯成什么样了？该干啥干啥去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我爸到底是爱我，还是恨我？我也不明白，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？从那时候，我就开始自虐。所以，你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也是因为你父亲。我不敢让他失望，我害怕。胆战心惊的度过高3，不出所料，高考我考砸了，龙帆市的职业技工学校，连本科都不是。后来我找人伪造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是我印象里我爸回来之后，我们一家人唯一快乐的一天。他们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尤其是我爸，就好像考上清北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。我男朋友高考失败之后，背着他妈玩起了乐队，在龙帆市的地下乐队圈闯出了好一番名堂。
我上了大学之后，经常翘课去看他演出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。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逛街、化妆，尽情地谈恋爱。他还鼓励我做直播，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。他和很多男生都不一样，他是真的希望我快乐。那段自由的日子，让我对世界的看法全变了。原来，人生可以这么美好，这么有趣。直到你父亲发现你欺骗了他。爱你们，谢谢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下了。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。放开！我告诉你啊，没我同意，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爸，我是你爸，我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。你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他关了我1个星期，无论我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他都不放我出门。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在那个家里，我只会逐渐的发愁、腐烂。我恨他们，我恨我爸的暴力控制，恨我妈的熟视无睹。但我直播自杀，只是想让网络舆论给我爸施加压力。我没有想过这样会害死他。如果我爸还在监狱里就好了，这样他就不会死，我也不会变得这么痛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正面的和你爸聊聊自己的想法？没有人能改变他的看法。一路都活在偏见之下，刘丽丽真是个可怜又敏感的孩子。那个在直播间里乱喷的小马甲，其实就是利用了网友对刘斌坐过牢的偏见，将舆论推向了受捕性侵的方向。我妹被误导了，尤其是在陈平的指认之下。李队调查过陈平，他确实没有嫌疑。他对刘斌有着深深的恶意，将他所有的行为都罪恶化了。这又能怪谁呢？是啊，这又能怪谁呢？停。人脸识别的话，能够找到这个人吗？问题不大，需要些时间。行，麻烦帮我打印一下。好的。费尽千辛万苦，大海里还真捞出了这。所以刘斌手机找到了。恢复手机内容呢，需要一段时间。指纹呢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出来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刘斌出租车上的乘客身份信息已经查明了。徐江，38岁，无业。从个人记录上来看，和陈平、刘斌并没有交集。这好说，请他到局里来坐坐。是。
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。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。丽丽，什么事？你爸走了，我想，我们还像以前那样，我搬回来。我不用了。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把我丢了，现在还回来干嘛？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可你爸已经走了。其实，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，至少可以踏实过日子了呀，是吧？他毕竟是我爸，人都死了，你还要说这种话？你走吧，我说过，我不需要他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也不需要你。我还有些东西在柜子里，那我就不帮你收了。收拾完，你就走。保安，你帮我倒杯咖啡。OK。秦明老师，我能不能借点热水啊？谢谢。以后叫我秦明就行。秦明，那个巨人观的卷宗我看过了，抽丝剥茧，关键证据一个都没漏，你太厉害了。师傅，咖啡好了。请。关关啊，我还是喝茶吧。哦。咦，安然老师好。别这么客气，叫我安然就可以了。清明，我们领导说啊，彪哥的容貌复原技术在全国可是排得上名次的。都在啊，请各位来我们刑侦这边做个线索汇总。哎，对了，以后如果想喝咖啡的话，随时用。安然，我有一个疑惑，是不是好的法医都那么有个性啊？我觉得我也得改变一下了吧。你不用改变啊，我觉得你这样挺可爱的。走吧，去做线索汇总。欢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林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这么帅小哥哥怎么会忘呢？我帅吗？当然帅了，但你在我心里呢，只能排第3。第1是我师傅，第2是秦明，你是第3位，很不错了，特别棒。我没彪哥帅，没秦明帅。关于刘斌的尸检报告，还有陈平、刘丽丽母女的口供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其实我还挺同情刘丽丽的。一个借爱之名行控制欲的父亲，这些年刘丽丽应该过得很痛苦吧？刘丽丽至少还没有死，在检验之前收起你们的怜悯心。关于嫌疑人，我建议用排除法，
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刘丽丽，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。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，他害怕刘斌，不敢面对刘斌。逃离失败之后呢，想要摆脱刘斌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，比如杀人。